从20几岁开始到现在15、16年，只跟辅导打交道，这个算是业缘。是吗？哦，就是一直都是在辅导这个。我只在辅导，对。然后13年到现在都只在辅导。其实大家都说辅导人在日本很难，那其实比辅导人更难的是生活在福岛的中国人，因为他们经常要看到的是2方面的负面新闻。嗯哼，对。他们在中国国内看到的是福岛的负面新闻，而在日本国内看到的是关于中国的各种新闻。对，就拿这次的那个处理水排放事件来说，受伤最深的其实是我们这些人。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声音可能，我们有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去解释这个内容，他们听不听，也不是我们能够掌控到的。我们每天所接触到的各种报道，就完全是属于2个不同的世界。国内质疑我们，那日本就是对质疑我们的中国国内的报道就是加以抨击。福岛现在的新闻，包括日本新闻，基本上比起处理水本身的话，更多的就是福岛现在日本国内现在收到多少电话，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话，还有就是日本的海产品，中国还一直对日本国内全国的那个海产品禁止它的进口。对。然后就进而延伸到，对中国人不相信科学，更相信各种煽动，从而采取一些不理智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对于这些有生气、有无奈，有扼腕痛惜，这对我来说吧，就是更多是还是感叹自己的那个，我能够表达声音还是不够足以影响更多人吧。就夹在2个这个极端的情绪里面，对，是吧？就是风箱里面的老鼠嘛，2头受气这样。第一次来福岛出差是地震前1天。是吗？对，就机缘巧合。那你等于说那个大地震的时候，你正好在？不是大地震时候，我当天早上是从福岛前往那个大阪的途中发生了这样一个地震。也就是说跟震灾是擦肩而过。因为去大阪路上有几条选择，如果选择沿海这一条的话，那完全就是对受灾了这样的。在心中怎么说吧，就是多多少少也是对福岛有一个，也不说愧疚吧，这心中总有个心结。如果当天一直留在福岛的话，说不定能够更近距离的看到当地人在灾难时候是怎样一个，就表现出怎样一个状态吧。但是正因为我在地震当天跟地震擦肩而过，我虽然当天早上身在那，但是我不知道地震的状况。我跟大家看到其实都是一样，都只是电视里面的景象。就是你通过媒体才了解到。而且我那个时候是第2天到了大阪之后，大阪那边西日本是歌舞升平，就完全像是2个世界一样。那对我的触动就很深。那回到上海之后看到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抢盐。那我就跟现在一样，跟现在正好，我就觉得更不可思议。对，后来就是因为机缘巧合吧，13年的时候，福岛县政府在招国际交流员，本来福岛是跟湖北省有那个友好交流的，应该是湖北外办派人过来。我想，与其让一个对福岛什么都不了解的人去的话，那不如我去干个1年，说不定湖北就派人过来了。没想到一待就待第12年。是吗？那你一开始说做那个国际交流这部分，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其实中国籍的国际交流员能做的事情很少，一般都是说在那个福岛当地的从幼儿园到高中办那个中国文化讲座。还有就是说在地震之前的话，比如说是湖北省的政府官员过来的话呢，就是做翻译、随行翻译什么的。地震之后，其实国内关于福岛的那个报道就一直比较负面的比较多，然后呢，政府方面派来的人就更少了。那我一直等于像是一个赋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毕竟福岛是我第一份工作嘛，我想能够在福岛期间对它更加了解一下，那我也就利用这段时间自己学驾照，有事没事就在福岛各处转的，越转越到乡下的地方。对。那其实在中国，过去的12年，关于福岛地震有特别多的负面信息，而且有很多信息似乎也不是特别准确。那你福岛的这个县政府也好，包括你们这个部门也好，有没有针对中国的这些负面信息也好，或者说不真实的信息也好，做过一些什么有针对性的这样的报道呢？或者说信息输出呢？对，信息输出的话，其实最大的一个窗口应该是福岛县的上海事务所，就是我第一个工作单位。对，在地震前的时候就有办微博，虽然现在微博已经是那个
看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在当时的话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然后就是那个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吧，就是大家从一开始的那个地震之后对我们的慰问，然后变成了怀疑、质疑，然后甚至演变成了一些谩骂。那久而久之呢，也不是说没有在做，那毕竟福岛要面对的是整个世界，可能在中国大陆这一方面的话呢，终究还是抵不过那些负面的嘛。上个月其实我回了上海一次，正好就是在岸田决定就是正式发布那个是8月22号吧，台海，对，我就是当天回的上海，然后也去了一次上海事务所，然后上海事务所所长跟我说，下面就是被告知，在这个时间点上不要做任何的行动，主动性的行动，对，不要做主动性的行动。是担心就是说那个有行动的话会激发中国人更大的这种反弹，是吧？或者说是不是针对事务所，而是针对福岛县内？因为你也知道，就是说在最近一段时间，来自中国国内有很多就是打电话来过来骚扰。对，可能福岛县政府方面的话，还是对这一点更加就是在意吧。其实福岛县政府这些年来已经是对福岛上海事务所已经把它有点怎么说吧，不是说架空，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那你刚才说架空啊，那我其实觉得那你毕竟是中国现在有这么大的反对声浪，然后他们了解的信息也不真实。如果你要是采取就是这种被动的方式啊，就是说虽然可能会避免刺激中国的网民或者说中国的舆论，但可能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的这些普通的网民，他对福岛这个地方真实发生了什么，他就是不了解嘛。其实就我们了解，可能很多人可能确实对真实的信息是不知情的。怎么说呢？福岛有它的难处，然后呢，但是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作为一个在福岛待了11年，也是跟政府一直打交道的人，我就是认为他们在中国大陆这一块的话呢，他们做了一个取舍，这个取舍呢可能是不够的。对，你就是说他们太消极了，是吧？对。他们就是首先是做市场，福岛县产品的那个禁止它出口，然后慢慢开始恢复。然后等一些国家开始恢复之后，他们首先就势必要先面对那些已经解禁的国家，对他们下更大力去做宣传。那之前就是一直是针对美国以及欧洲，那东亚方面的话，可能就是港澳台这方面，他就对那些更重视。对，那我们对中国就没有那么重视。对中国方面的话，反正有个上海事务所在那边，如果有什么的话，你们可以做宣传，而不是特地针对中国大陆有做什么宣传的话，我觉得福岛县政府他们没有考虑过，就是因为不理解，而应该用下更大的力气，通过更多的渠道，据理力争的去跟他们正面的去沟通、去说服，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没有更多人关心这里的人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你是说是谁不关心？无论是日本的媒体，亦或是中国的媒体，他们更多的就是一窝蜂的，像3个礼拜前一窝蜂的跑到这里来，要拍沿海的。还有很多媒体问我在哪里可以拍到第一核电站排海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大家对这件事的所关心的也只是那一天那一个瞬间而已。那一天之后，这里的人怎么生活着，我们吃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是怎么想的，说难听点，根本也没有人关心，因为热度就蹭一下就过去了。尤其是国内媒体的话。你说的是中国媒体。中国媒体的话，日本的媒体呢？虽然我不是很想说，但是老实说也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他们就是说，可以利用这一波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然后把福岛又塑造成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吧，多多少少。就是受害者的形象，就受中国的这种舆论的不实信息污蔑的这么一个受害者。福岛这么可怜，福岛鱼这块不止福岛鱼，这次不止福岛的鱼，日本的鱼可能都没人买了。那我们怎么可能？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国内团结一下，跟他努力一下，大家都来买福岛的鱼啊什么的？那关于中国方面的话，就让他去吧，反正只要更多的人相信科学的话，终有一天他们也会松口啊什么的。而不是。然后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日本的媒体对本地生活的乡民，他们真实的生活
也不是那么关心。对，福岛县内的媒体当然是有追踪报道，但是日本国内媒体的话，我并没有看到过多报道。并没有来关心这里的，并没有这里面的。其实我当时采访的时候，我还挺意外的嘛，就是你到他们那个丁役所嘛，去跟他们了解，实际上真正返还这个地方的人数量也是非常低啊，从19年到现在也才迁回来只有300多人。解禁的话，毕竟才刚刚第3年，第4年吧，对。并不是说，你这里造了这么多新的房子，这里的那个空间放射线，空间辐射量已经降低到某个程度，就可以吸引人过来。我自己是做遗嘱的，那我自己当然就知道，你要过来的人，基本上是有几个状况：一是胸怀崇高理想，想在这里创番事业的过来，因为这里有很多的补助金可以帮助他创业；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是在这儿办公司的话，对。有很多创业，对，是吧？对，还有呢，就是说大公司来这里，其实也是一样的。你在这里就是企业在这里加注的话，有更大的、更丰厚的资金。那企业在这里安营扎寨的话，势必就是产生雇佣。那雇佣的人的话，那势必就会来这里，就是包括宿舍什么的。那还有第3点呢，那就是真的是对这里，有比较深厚的感情，可能是，出生当时就是在这里，然后是在这里受灾，而且。这当中又分为2部分，一部分就是那个落叶归根，年纪比较大的，生在这里，死也是在这里。还有一种呢，就是年轻人，毕竟还是少数吧，就是说在中学毕业，差不多这个14、15岁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年纪，就是在这里受灾，然后现在终于可以回来了，那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故乡重新建设一下，这当然是媒体最喜欢、乐于报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真实的，实际上外县人想到这个地方来生活，还是挺难的吧？就是说，难度挺大的，是吧？就是你想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吸引别人到这来居住，是吧？对。假如说他跟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感情纽带，或者说没有什么利益纽带的话，是吧？那你们搞这个工作的话，怎么劝这些人到这来居住呢？那其实说我自己做这份工作做了第3年，还是心理矛盾比较大，基本上每天都在想，要不我就辞了吧。因为怎么说，移居到这里来的人的话，单身过来120万日元，然后是一家人过来的话是200万日元。那今年开始的话，只要你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话，每个人是再加100万日元。比如说你一家4口有2个18岁以下孩子过来的话，就能拿到400万日元这样的一个现金。也不是，应该是不是一下给你的。首先要搬过来，住民票搬到这里，3个月以后才能申请，而且你必须要在这里自己创业或者是有那个正社员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些都是硬条件。这个钱，真的能吸引人来吗？可以吸引人，但是这些人往往是不符合资格的。因为从这个消息一颁布之后，我接到的电话有很多就是说拿低保的，然后说欠债的，还有就是干脆很直截了当，第一个电话，听说现在搬到这里来就拿200万，是真的吗？那后来就是慢慢的看，然后跟他们说了之后，才能了解到，基本上还是生活上比较有些困难人居多。那到第3年最近的话呢，就是说对这个制度了解的人比较多之后呢，就是反而有些让我觉得有些怎么说吧，在资料上把自己就是包装比较好的一些，就是他符合条件，但是他实际上也未见得真的想在这生活，总是让我在心里觉得，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点怀疑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你在接触的这个过程中间，有没有人实际上就是说，为了拿补助到这里来，资料也符合，然后到这个地方，实际上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他并不是在这种生活的这种例子。其实呢，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觉得遗憾，就是我做的是广报这一刻，支援中心做的更多就是吸引人过来，那之后。过来之后的人的生活，我们并没有追，这就是让我觉得很，对，不应该啊。对啊，这就是很不应该的。无论是我们这个机构，或者是各个市役所、定役所吧，我觉得其实还是做的比较不够的。现在是吧？在裁员上的话，我们是够，可能因为我也不怕跟您说吧，就是我们这个单位预算是7亿日元。那很多很多是吧？你可以想象日本那个复兴厅又要拨多少预算给我们？那这12个市町村包括大熊，他们日本的复兴厅也给他们的预算是每年5亿复兴预算，每个町就给5亿，是吧？一视同仁5亿。
那这数字真的蛮多的，就是专门为了就是说作为宜居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复兴预算。对，只是负责宜居的啊，不对，我们是那个市町村的话，可能还有做些其他硬件方面的，对，还有就是那个软件方面的对。那其实也很多，尤其作为一个人口现在只有1000多人这样的一个小镇来说，5亿日元真的很多。是啊，对啊。那你觉得就是说像他们这种大雄町，像这种就是12个町所啊？你觉得它未来它真的能够复兴到它那种我觉得的话，因为毕竟它涉及到整个福岛县，不说是福岛县吧，日本的一个面子。对。即便它的内部还有存在不少问题的话，它至少要在宣传上把它宣传到一个点上，宣传到一个已经足够可以让你安心在这里生活的这样一个点上。所以现在有很多那个基础建设正在那个，老实说，以这个人口基数的话。有必要做到这一点吗？他就是不惜那个预算的在这里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就投入重金在这个地方，对，然后把这个地方重新让人可以居住。对，因为但你说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是吧？整个日本人口都在减少，包括这个宜居的话，也只是把一个人从这里移到这里，一个横向的1对1的移动，而不是从0到1。对你新生的有新的人出生，这样并不是这样，只是作为一个人口的平向移动，就要涉及200-300万的这样的一个预算。那老实说，真的是有些匪夷所思。对，我听到一种说法哈，就是日本政府为什么要让这些区域不遗余力的重新复兴，让它可以重新居住，是他们想减少自己的责任。就是说，证明他们实际上没有多少责任，然后把这个地方就完全恢复了。如果他要这个地方划一个无人区，说以后人再不住了，那给人感觉好像就是日本的核政策出了很大问题，日本政府在这里有很大问题。那我觉得您说的呢，这个点呢，可能是大家的这个解释的方向，因为同样是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解释的话，它可以得到不同的说法。感情上的话，我更愿意相信是他们是真的是想把这里重建的。但你从经济上来讲，你就觉得这样的做法是完全不值得的，是吧？不值得，就是说投入如此多预算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些过了。我能更多做的就只是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大雄町它本就是百废待兴吧，现状不可能比现在更差。它已经可以触底反弹，但是它必须一辈子背着一个就是第一核电站在它大雄町这样的一个宿命。那其实还有很多人跟我说过，福岛最可恨、最可怜的地方其实都是一个日本没有一个地方把自治体的名字冠在核电站上面。如果它叫大雄核电站的话，整个影响可能就只涉及这一块。像福井县的核电站，它是敦贺啊什么的，整个日本只有福岛把它自治体名字冠在这个核电站前，就是影响的是整个县，而不是某一个町，对，也不是某一个。一旦出事的话，是涉及的范围是整个福岛县下的所有的59个自治体。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其实对这个移住这个事情，我看起来你并不是特别认可，对吧？那你现在还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因为我对福岛有感情，我想一直留在福岛，看它福岛将进一步将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方。老实说，有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在这里可以看，一直关注福岛的话就 OK 了。那现在这份工作的话，可以让我了解到更多的一些状况，认识更多的一些人。我觉得认识在福岛的人，让我一直有受感动，才能促进我一直留在这里。你帮我算一下，随便算一下就行了，不用。